有人跟我说，计划生6个，88%几是有过人工流产病史的。那你这个话可能很多同行听得不高兴啊。有的说这个宝宝不能要，一起努力。范老师哈，很高兴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啊，来跟您聊聊天。我们认识应该有快10年了，差不多吧，应该超过10年了。以前其实就很想跟您在这方面多一些探讨，然后现在呢，发现人口问题呢也变得越来越热门，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可以从一个社会话题开始。国家公布的数据哈，中国现在每年的出生人口呢已经跌破1000万了。那从妇产科的角度来看呢，有哪些能够感受到的这个变化呢？我们明显的感觉到的变化就是现在生孩子的比以前少了，包括我们的妇幼保健机构来做孕前检查的也少了，就是产科的医疗资源有过剩的倾向，有一部分产科医生就转行了，比如说他们就去做全科医生，然后到社区，或者是去做升职，做其他的，还有一部分是坚守下来的，就像我们一样的，是喜欢产科，然后觉得分娩这个服务，这个技术服务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医生的角度哈，就你们能够观察到的，现在还在生孩子的人哈，都是什么样的一些人呢？现在还在生孩子的人吧，首先第一个是喜欢孩子的，他想要孕育一个新的生命，家庭里边增加一个新的成员。另外还有呢，就是自己呢倒想要不想要，但是呢家里边的人在催，父母在催，而且能够提供一定帮助的人。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呢是意外怀上的，本来不想要，意外怀上了，怀上了以后因为是一个新的生命，他们也不忍心去做人工流产，或者是到我们医疗机构来，我们医生给他讲了，分析了他自己的生育现状，他的身体状况，以及人工流产可能给他带来的一些健康问题，以及他作为全生命周期的考虑，那么他需要在某个时间点也要生孩子，所以说他就通过综合考虑以后就留下来了，这个也是一部分。至于说生孩子的人吧，总体来说高危妊娠比以前多。你比如说很常见的高危妊娠，3次以上人工流产的，年龄很大的初产妇，35岁以上40岁接近了哈，然后才考虑生孩子的。所以说总体的说高危因素大概成都市之前统计下来接近70%或者是70%左右。我们这儿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对我们产科医生来说，工作的难度就比较大，我们要保障他们的安全，妈妈的安全和宝宝的安全，还让妈妈有良好的感受。那高危妊娠的话，会需要哪些特别的处理方式呢？所谓高危妊娠呢，就是这次妊娠对母亲或者是胎儿新生儿可能有危险，或者是可能造成难产的妊娠，就叫高危妊娠。高危妊娠的种类很多哈，有基于妈妈的原因，妊娠的并发症、妊娠的合并症等等很多。那高危妊娠的筛查的话，我们是在从孕妇建档的时候，第一次见孕妇开始，我们就要进行筛查。在妊娠早期、中期、晚期，在不同的阶段都要进行筛查。如果是发现有高危因素以后，就要马上纳入专案管理。当然，在平常的每一次产检的过程中，如果是有异常的情况，是随时把它筛选进入高危妊娠。那这个高危妊娠有可能是我们产科医生就管了，也有可能有的就是需要多学科会诊。现在妊娠合并内科、外科、内分泌其他方面的疾病，还有免疫方面的疾病的也还是比较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现在做的是很有成效，因为我们成都市的孕产妇的安全指标应该在全国、在全世界都还算是很不错的。你说起这个哈，我想起以前我有个朋友，他呢是这个剖腹产之后恢复没有满3年，然后再次怀孕了。在这个情况下呢，他想把孩子留下来，但是去到很多医院，这个医院都拒绝接收他。因为瘢痕子宫，如果是再次妊娠的话，我们建议是2年以后怀孕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他呢是3年以内，我们医生有的时候跟他们说3年之内都不要怀，就是给他一个比较宽的这么一个建议，就怕他生了孩子以后短时间之内就又怀上了。确实有一部分剖宫产半年就又怀上了，也有。主要它的风险就在于
它发生子宫破裂或者是胎盘位置异常等等高危因素的风险比较高。医疗机构呢在接收这样病人的时候，它要进行评估，评估哪些方面？一个是评估妈妈的情况，胚胎坐床的位置的情况，同时还要评估这个医疗机构它是否具备这种瘢痕子宫紧急情况下救助的能力。所以说，可能这家医院他评估以后，他觉得风险比较大，他就是算了，我不惹你了，我就不做这个事情。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能够理解，如果一旦发生不良结局，可能就会面临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也不用那么恐惧，因为瘢痕子宫真正发生子宫破裂的100个里边也就0.5个，200个里边1个，就是全世界都有数据调查的。所以呢，就是瘢痕子宫以后有合理的指导，然后有计划的怀老二，其实是可以顺产的。就是我们给他评估以后，觉得他可以顺产的，90%以上都是最后是心想事成的。过去这个经常听你讲，你这边在推动这个提高顺产率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哈。就你的经验来看，就是顺产还是剖腹产，就这件事情在女性再次怀孕的这个意愿上面有没有产生一些什么影响呢？应该是有明显的影响，因为顺产的它创伤小，恢复快。她如果是怀上了，她就马上就生老二就对了。如果是在妊娠和分娩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给予很好的照顾，然后让妈妈她在这个过程中有良好的体验，甚至于有的人还在产床上还没出产房，他就说我还要生老二。但是如果是你把他照顾得不好，他可能本来想生3个的，结果生了1个，他说哎呀这么恼火，我再也不生了，你倒给我钱我都不生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产科的服务不仅仅是技术，其实对孕产妇的关怀，我的理解是全方位的，以及我们提供这个产科服务全链条的生理、心理疾病预防，它的这个良好的照顾，让妈妈在这个过程中她感觉是安心的。她生孩子的过程中，实际上她如果安心不恐怖，她能够深度放松，甚至她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很自如，老公也在旁边。生孩子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生理过程，他没有那么恼火的。我们这儿有很多人，1半以上的人，我问他，我说你打不打麻药，他都说我可以不打，他是完全可以耐受那个工作的。现在生育率也这么低哈，是不是在提高生育率，或者说建设，现在国家也在提倡了哈，建设生育友好社会上面，那我们的妇产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一些？那就您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空间。完全站在孕产家庭的角度，从她的健康的角度出发，给她合理的建议，甚至于影响她对生育的态度，让她从妈妈爸爸的独生女儿，在家里边都宠着的，她要转变成一个母亲的角色。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怀孕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就是角色转变、体验和学习的机会。所以呢，就是我的理解就是，我们现在新的一代的，比如说90后、00后的2000年前后生孩子的女性，其实她们很聪明，她们的学习能力很强的，但是呢，她们也会受到来自家庭、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如果是我们跟她们有充分的沟通，她们是能够理解的。比如说自然分娩你把那个道理给他讲清楚了以后，我们这儿的妈妈们，她们是可以就是通过学习以后，你跟她说要体重控制，她可以就是很规律的在我们这儿来运动，甚至于在家里运动。生了孩子以后，体重控制的好，身材也好，恢复的也很快。所以她生了孩子满月出去以后，人家根本看不出来她是生过孩子的。在生的过程中，其实产房里边的平均初产妇的产程12.5个小时，这10多个小时的照顾，以及之前在怀孕的过程中为这10多个小时的准备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这10多个小时在产房里边好好的照顾她，让她能够安心。在入产房之前，特别是临产前1个星期左右，多少都有一点不规律的宫缩，或者是分泌物有点增多，这个时候妈妈就很焦虑。我遇到过焦虑的妈妈是这样跟我说的，
我们健康教育当时都留了电话号码的，因为我的电话是从来都是开机的。有个妈妈就给我打电话，范院长，我这里几天都睡不着觉。我说为什么睡不着觉？她说我担心我生孩子的时候会不会死掉。我说的，如果是你想死掉还不容易，为什么呢？我们的孕产妇死亡率，成都市是10万分之4左右，很低了。你看我连1/1000都不到，所以你都知道我的手机号码了，然后你又在医院接受了系统的孕产妇保健管理。如果是有高危的、有特殊的情况的话，我们都知道。你担心的那些问题交给医生，然后放放心心，该休息就休息。你现在为安全分娩能够做的事情，那就是保持好心情，好好睡，好好吃，然后就这样就 OK 了。医生叫你数胎动啊，观察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到医院啊，我跟你讲过了吗？1、2、3、4、5，哎，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跟我们联系，这样你不是就安全了？所以说，妈妈在为临产之前这个时间的焦虑哈，他的这个情绪，还是需要我们现在的服务的可及性，在不同的机构和不同的地方是有差距的。重视的医疗机构，它都可以沟通到位，他们就很安心。但是如果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他就需要通过学习，然后进行一些宣传，然后让他们知道，这样他对未来的道路可能出现的问题，他了解了，他就没有那么焦虑了。这个是入产房以前哈，临产之前。那么临产了以后，应该分娩了到医院。到了医院的时候，他在有宫缩的情况下，如果他能够深度的放松，哪怕是2次子宫收缩过程中间，他都是可以休息的。所以说我们这儿生孩子一半的时间，产房里边一半的时间，他都是可以睡觉的。同时呢，他可以听音乐，可以走动，然后甚至可以跟老公一起跳舞，老公可以全程都在旁边陪伴。就是让他能够深度放松。他放松的情况下，有的人他觉得那个子宫收缩，我就把它想象成一个玫瑰花瓣，打开一半再打开一半，当花瓣全部打开的时候，我就跟宝宝见面了，多么美好的一个过程，他就可以放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想象的美好，我们的服务也必须要跟上，就是医务人员的陪伴要专业。对，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家是有体会的啊，因为我们家老二是在咱们医院生的，然后我妻子呢，她就说哈，在生老二的过程当中，就整个体验呢，甚至某种程度上是治愈了她在生我们老大的时候，当时留下了一些遗憾吧，所以我从这个地方就体会到说，可能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那么1、2天的时间哈，这个经验会对女性的整个甚至生育的信心都产生很大影响。对，你看他们下来以后，他们觉得自己很棒。你看这个事情我都能够完成了，而且是很顺利。你看我多棒！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减少对母亲的创伤。比如说现在都不常规做会阴侧切，然后体重控制，我在怀孕的过程中就把它控制好，这样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很多并发症的发生率也会明显的降低，就为产房里边的安全在前面就把它做好了准备。我看到有数据啊，说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顺产率其实普遍是不高的，这中间还有哪些的障碍或者困难的？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剖宫产率不要超过15%，如果超过15%，剖宫产技术给母儿带来的优势，手术带来的问题就相抵了，就是它的优点和缺点的比哈，就是15%是一个点儿，所以说是鼓励尽量的顺产。另外呢，就是我们对剖宫产的认识应该是，类似于119紧急情况，因为如果是分娩的过程中对母亲或者孩子有危险，需要尽快结束妊娠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剖宫产。如果是需要剖宫产，我们产科医生，我们产科的医疗机构需要做到的呢，就是我一定要把剖宫产的手术做得安全。这么多年剖宫产的发展以来也是做得很好的。另外，我把剖宫产手术做得漂亮，因为妈妈们都爱漂亮，年轻的妇女，尤其是那个伤口，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都要比较。比如说范医生做的手术漂不漂亮，王医生做的手术怎么样，不光是外面漂亮，把里面外面都做漂亮。做漂亮的目的呢是，第一呢就是减少手术的并发症，第二呢就是手术以后的远期的并发症也少。
为她将来再次分娩、再次怀孕的时候，就是减少一些风险，创造好一点的条件。这是剖宫产。但是剖宫产刚才说了是119，是解决难产的一个手段。虽然说这个技术的进步现在是比较成熟啊，毕竟它是开肠破肚，它是一个有创伤的。我们如果是做过手术的家属或者是妈妈就会有体会，医生叫你签字的时候，麻醉同意书上1、2、3、4、5、6、7、8、9、10，然后手术执行同意书上面风险1、2、3、4、5、6、7、8、9、10，我们很多人是看都没看清楚就把字签了，这是现在的那个家庭。但是倒过去，我刚刚当医生的时候，80年代、90年代，那个时候我还是小医生，我去找家属谈话的时候，我跟他说要做手术生不下来，那个家属写字的时候是这样抖的，他就担心他未来的身体有影响。我们那个时候的剖宫产率是很低的，后来随着大家都是独生子女了，然后剖宫产率中间的一个手术指征叫社会因素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很多是完全没有任何医学指征，他就说我就是毫无理由的就要剖宫产。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家还倾向于剖宫产呢？这个就是我们想努力改变的一个方向。当然有各方面的因素，有行业的因素，然后有医保保障的因素，因为剖宫产要报的多一点，顺产补助的要少一点，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已经不存在了。还有医疗资源等等各方面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服务，整个产房里边阵痛，孕产妇的关怀，对孕产妇在产程中间的尊重等等，这些都做得不好。也就是说，人性化的产科服务方面基本上是一个空白。那么我们老一辈的妈妈生孩子的时候，他们有一句话就说，生孩子嘛就是要搂几天。我们成都人说的搂里搂说的搂几天，我不知道范老师你能够理解哈？邋里邋遢的，邋里邋遢的几天，那生孩子就是要邋里邋遢，他们是接受这个情况。但是新的一代，年轻的这一代，你让他生孩子的时候邋里邋遢的，然后蓬头垢面的，汗流浃背的，然后没有毫无尊严的去生，而且也没有隐私保护，然后旁边生孩子的跟他这个也在闹，那个也在闹，他觉得这个过程他无法承受，那我就宁可选择剖宫产，就是这样的。要真的是要让妇女要回过来重新去接受自然分娩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的课题，需要我们用心去把它做好。我们现在是这样做的哈，因为如果是新建卡的妈妈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我会把她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给她梳理一次，然后除了体检以外，我会告诉她，她现在就是顺产比剖宫产好，那么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努力往顺产那个方向去努力。她担心的各种问题，在这个怀孕的过程中，通过教育，通过她自己的体验，她看到的，以及我们过程中间的管理，建立一个良好的信任关系，她觉得我是真实的站在她的角度关心她的，她才会就是有良好的依从性。然后过去的时候，她也看到，哇，前2天我们一起跳舞的，一起做操的某某某她都生了，然后我们都为她加油打气，然后看着看着一个一个的都生了。所以说你看上次不是有一个妈妈生了孩子，当天她就在她的抖音账号上，好像还是一个粉丝量很大的，她就说我是你们羡慕的3无妈妈。哪3无呢？就是无侧切，无撕裂，无阴膜外麻醉，完全是就是那个非药物镇痛分娩了一个宝宝。宝宝的体重我记不得了，大概就是6斤左右，她就很自豪，下面很多人给她那个点赞，就这样的，她就愿意再次怀孕，然后比如说生了老大，她就愿意生老二，然后生了老二，她还愿意生老三，现在还有生老4的都有。比如说您接待的哈，孩子最多的有几个？有4个的。4个。有4个的。有人跟我说计划生6个。什么家庭啊？就是喜欢孩子的家庭。你要说是不是特别有钱？其实喜欢孩子的家庭，钱是一个方面的因素，经济状况哈是一个方面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他对生育的态度可能起了比较大的作用。当然特别困难的，他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考虑。如果是制约的因素，他自己心里面想生，最后又没生，可能就是说，哎呀，现在这个孩子还没上幼儿园，然后我现在还分不开身，或者是父母不能帮忙。像这样的家庭，他喜欢孩子的，我看他们带孩子也没那么恼火，也不焦虑，他就
大的小的一起带过来，然后大的还去带小的姐妹哈，或者是兄弟姐妹，他就还很和谐。对，范老师刚才提到，在高风险妊娠里面哈，这个重复流产其实是重要的一块原因，跟这个人口数据相当的，就中国的这个人工流产的数据，每年大概都有900万到1300万。我注意到过去哈，很多的产妇到医院里面，检查出来有一些异常的时候，似乎是医生会倾向于比较容易的去做出这个流产的建议那么现在这个生孩子的人变少了，在这方面是不是会出现一些变化呢？比如说是我们孕期保健的过程中间有一个板块，就是出生缺陷的预防。我们从怀孕早期、中期，整个怀孕的过程中间，我们都会去筛查这个宝宝有没有什么缺陷。另外还有一个具体的现象，就是35岁以上高龄的女性多，那么年龄越大以后，发生出生缺陷的风险相对来说也越大。那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有一部分妈妈会查出来孩子有缺陷。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通常怎么办？你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对吧？好，这个情况的话，按我们国家的法律，如果是产前诊断的医生写了一句话，是否继续妊娠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那么我们的助产机构是可以给他进行就是引产的。但是是否放弃，在前面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实际上对妈妈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么就催生2个问题，一个呢就是有的人就一个观念，就是我不做产前诊断，我也不做检查，反正孩子不管什么样我都要，这个是一部分。有一部分家庭他是这个态度，这部分家庭是基于有一些信仰的，比如说佛教哈，他有的人他说我不杀生，另外还有一些基督教，反正就是他个人有一些对这个生命的态度他不一样。他说这个孩子不管是什么样的，我都不愿意去检查，反正不管什么样我都要。但是最近我们跟他们也有沟通，因为我们产前诊断和出生缺陷筛查的目的，其结论不是要与不要2个选择，不是，我们还有中间地带。查出来的结果大体可以分成3个方向哈。一个呢是没有什么问题，虽然说38岁、39岁生孩子，查出来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哈，你就可以放放心心的往后面怀孕。即使是我们后来的影像学检查有一些软指标的问题，你也可以放心，就让妈妈就比较安心。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哈，就是可能有一些问题，这部分意义是最大的，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是可以治疗的。目前我们胎儿医学的发展，我们的技术的进步是创造了这样的机会的。举例说，比如说王菲她的那个孩子是一个兔唇，如果是基因其他染色体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单纯的一个兔唇下来以后做手术是可以的，这个是一个。还有先天性心脏病，我们提前发现了先天性心脏病做手术治疗也还是效果很好的，它可以很好的恢复他的心脏功能都没问题。另外还有就是春晚，我们看到过有一档节目，是很多女孩子跳的舞，是一个千手观音，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那里边的跳舞的演员全部都是聋哑。我们现在来进行耳聋基因的筛查，如果是他携带耳聋基因，其实我们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就规避耳神经毒性的药物，规避一些可能的诱发因素，他就可以是耳聪目明的。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妈妈都已经是成年了，她自己查到她是耳聋基因携带者，就是她宝宝是耳聋基因携带者，倒过来查她基因从她那儿来的，但是她是正常的，也就她从小到大也没有用过那些药，她的听力这些都是对的。所以我们在宫内发现一些宝宝可能是缺陷的一些因素的时候，我们是有机会通过治疗，通过干预，给宝宝更好的未来。我注意到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哈，就是在上海成立一家全国第一个胎儿医院，这个应该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胎儿医学是吧？对，上海的这个以医院的形式成立确实是第一家，但是作为胎儿医学的发展，目前能够做这个有些手术，在不同程度的看，在成都也是可以做的。这个胎儿医学的发展，你看就是也给这部分宝宝
带来了更多的机会。而且的话，现在的多学科会诊以及互联网的目前的会诊的这种条件，一个出生缺陷，不管是北京、上海的等等哈，这个行业内的专家，他都可以充分听取多个专家的意见，最后来做一个合理的选择。我们前段时间不是还有一个妈妈查到基因方面有问题，当时出的报告就说这个宝宝可能在40岁到50岁的时候发病，然后他可能会影响他的得什么什么病，有很多写了很多哈，都很吓人的哈。这种就有不同的老师或者是专家有不同的意见给到这个准妈妈，有的说这个宝宝不能要，你去把它流产了，然后有的说40、50岁才患病，那40、50岁的时候怎么说得清楚？说不定到那个时候这个病又可以治疗了。或者说是人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你看前2天不是媒体上报道有一个王子嘛，他不是也是一个遗传病，活了22岁，然后前几天去世了，是一个罕见病。在他短暂的生命中，他就发起了一个公益组织，就专门对这个罕见病进行研究。他的父亲最后说的是：“我以你为自豪。”他虽然说是他的生命很短暂，但是他对这个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的进步、医学的进步，他都做出了他的贡献。所以说这个就涉及到人文方面的价值取向的问题。所以最后的结果交给这位准爸爸和准妈妈。后来我知道他们的选择是把这个孩子留下了。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好像一下子就从这个医学的领域就跳到了比如说伦理的领域，甚至是说这个哲学的领域啊。因为你看现在所谓的第4代试管婴儿已经可以在基因层面来进行筛查了，好像这样的一个选择已经变成是一个常态的一个选择题了。作为我们产科医生来说，我们呢就是尊重我们客观的去检查客观的告知，尊重准爸爸和准妈妈的决定。然后在这个分娩的过程中间，在产检的过程中，去为他们的安全保驾护航，同时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给他们良好的体验。正好聊到这个试管婴儿，那其实我们可以谈一下这个辅助生殖的这方面哈，因为这2年因为低生育的问题辅助生殖医疗在全国好像30多个省都纳入了这个社保。那在您这个看来，这个辅助生殖对于普通民众来讲那是不是一个好像救命稻草一样，或者说是一个有没有哪些误解是需要被澄清的？我的理解，我身边见到的妈妈们，我的理解，这个也是一个无奈之选。为什么呢？前面您提到我们国家的人工流产率最多的时候是1300、1400万很多，现在也是报道的是1000万左右这个统计我们姑且说它是不是非常准确，但是至少这个数据就至少是这么多，只可能再多，不可能比这个少。因为这个统计的都是从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这样出来的。这个而且重复流产，早几年重复流产是在50%以上，这样的重复流产，它中间的远期并发症，比如说宫腔粘连输卵管炎等等各种因素子宫内膜的受损等等很多因素，它都会影响再次妊娠。有一个统计是不孕不育的人中间怀不上孩子的人中间88点几是有过人工流产病史的，这个是国家公开的一个调查数据。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前面人工流产了，后面想怀的时候怀不上，连老百姓都知道。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又要想有自己的孩子，那个生殖助孕技术试管婴儿对他们来说带来了一线的希望。对这部分人国家提供一些帮助报销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福音，他们只要愿意生孩子就 OK。现在实际上很多家长是面临的是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孩子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只要他愿意生孩子，不管是社会政府还是家庭都很愿意去支持他们的。就是我也注意到最近就是比如说关于女性冻卵这方面的新闻讨论还是比较多的似乎是有一些人觉得这个辅助生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
类似于万能的一样。比如说我这个孩子我不要，我以后随时都可以要。然后我现在不生，我把精子或者卵子冻在那个地方，等我想生的时候随时都可以生。这个里头会不会存在一些误解或者过度期待的地方呢？你说的叫生育力保存的问题。最先开始我们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基于有的女性，比如说她有卵巢的肿瘤或者是什么疾病，她可能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她就会面临失去生育能力，我们就把她的卵取出来冻上，或者是卵巢移植。另外还有一些乳腺等等疾病哈，她可能就需要进行生育力的保存，是基于这个需要最先做了这个事情。但是后来这件事情做了以后，就派生出了有的35岁了，马上35岁了，还没找到对象，还没结婚的，他也听说了哈，年龄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他就说我就提前把我的卵取出来，然后冻存。就有人有这样的需求，我都遇到很多人来问我，但是我们国家现在的法律还是不允许的。从技术上来说是可以的，从他们的这个诉求、这种想法来说，换位思考我还是理解的。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人生也是一样的，在不同的阶段，你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噻。就是你春天的时候该播种你就播种了，你就不要等到秋天再去播种，那个时候就成功的希望就不大了嘛。所以呢，就是你看我们女性最佳生育年龄24到29岁，不超过35岁，35岁以后是公认的高龄。那你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边找个对象结婚，应该还是可以的嘛。男性也是一样的，20多岁年轻的时候不停的打拼，不停的打拼，等到钱挣了很多的时候，哇一下，哎呀，我都40岁了。我前2天就遇到一个帅哥，很优秀，各方面都很优秀，他就担心他的有问题，然后所以呢，就是我就说你快点找对象，赶紧结婚。其实男性还稍微好一点哈，女性年龄越大了以后，她的生育能力确实是，所以应该就是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哈，他应该有规划。生育这个话题一样的，而且生育这个话题跟他挣钱干事业是不矛盾的。那站在你的这个工作的位置哈，你是见的家庭啊，不管男性女性哈，各式各样的人是很多的了。那在你的这些经验里头，有没有就是没有被公众看到的一些信息？然后有没有什么忠告给到现在的这些年轻人？现在年轻人就是这样，我经常做一个事情嘛，你也知道的，我们10年以前我们做的时候就是 PAC 哈，就是流产后关爱，简单的说就是说，如果遇到一个想要做人工流产的小朋友哈，一个女性，我们帮她分析，你既然不想要小孩，为什么又怀上了？原因在哪里？是没有避孕，还是避孕的措施掌握的不好？如果措施掌握的不好，我就教你。然后同时我要告诉你哈，跟你一起共同讨论此次人工流产可能给你带来什么，如果把它留下，你遇到的麻烦是什么，这个麻烦会不会可以解决。所以呢，就是你看很多理由都可以成为人工流产的理由，我没想到，我没计划要，我可以把这个孩子给刮掉。我现在新找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还不错，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我刚刚到那个单位不久，我就想把这个孩子刮掉。另外就是我结婚时间也不长，我还没玩够，好，我还想再玩一下。但是他这些后面他都想了很多，他就没想到，我既然不想要，我为什么不采取一个有效的避孕措施？这个是他没想到的。因为现在是3月哈，就是这个病人来的时候是5、6月份，他说的我婚礼的时间是定在春节前后，因为我们还有房子，还有什么准备工作还没做好，所以说我要春节的时候才结婚。春节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我这个肚子就大了，然后那个时候举行婚礼就不好看了，我就想把这个孩子留掉了。我想留掉，等我的婚礼举行以后，我明年要。你看这些理由，他可能当时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但是如果是我们作为医生，我们作为过来人来看的话，这个理由真的不是什么理由。你婚礼可以提前啊，你的工作
你是一个优秀的，你任何时候都找得到工作啊，并不是说找不到。我之前就咨询过一个人嘛，其实是很优秀的一个学生哈，21198我就不用说了，在北京上的大学，后来到英国留学，回来以后在世界500强工作，然后职务也还是不错。刚刚去，他就想怀上了怎么办？他说完全没想到要。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还没举行婚礼，而且他的父亲大概对这个他的男朋友还在考验阶段，还没有完全认同。后来我就跟他分析完了以后，又跟她男朋友也沟通，我也看得出来，男朋友其实还是不错的，很关心她的。然后后来他们说，万一这个宝宝不健康怎么办？然后我就说，我就给你安排一个检查嘛，看有没有什么影响他健康的因素，检查出来一切都是 OK 的，很好。后来经过2个月的思考，2个月这个时间也不长不短了哈，他就把这个孩子留下了。这个孩子很帅啊，也很聪明，现在已经上小学了。他这个孩子生了以后，几个月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是这个孩子的外婆，带着一家人一起到医院里来感谢我。然后后来以后，他们又生了老二，都是在这儿生的。然后就现在就是2个孩子。其实他把孩子生了以后，他一样的工作，他工作一样的非常出色，但是完全就没有因为当时留下这个孩子后悔。因为留下的很多，没有一个后悔的。如果流掉的，就是人工流产刮掉的，很多都会后悔。就是我见了这么多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团队的医务人员，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这样做。虽然说人工流产，我们也会穿钉鞋、杵拐棍，把所有的环节都给它计划好，尽量的减少并发症，尽量的保护生育力。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创伤性的手术，就是这样的。所以我给他们的忠告呢，就是，其实最好是自然怀孕，自然分娩，不要去做试管婴儿。做试管婴儿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其实试管婴儿做哈，虽然说是现在多了一个途径可以解决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毕竟妇女还是要承受更多的痛苦。那你这个话可能很多同行听了不高兴啊。不，他们也认可的，他们也是认可的。同行包括做那个辅助生殖的，做试管婴儿的同行，我跟他们关系还是挺好的。因为毕竟采卵，哈，然后就是培育，然后最后种植等等这些还是有创操作的嘛。他如果能够自然怀孕，肯定是最好的。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辅助生殖的医生，我相信他的态度跟我是一样的。是，那如果每个医生都能够像这个样子，不光是提供这个专业能力，而能够有更多的这种人文或者说生命的关怀，那我相信会对整个社会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好的一个影响。您说的这点确实非常重要。比如说是因为一个医院的就是妈妈在医院里边她的感受，不仅仅是产房里边我给你打个麻药你就不痛了，让你不痛，也不是麻醉师这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产科医生这一个人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医疗机构里边对医务人员的培训，对人的尊重哈，对妈妈的尊重，以及我们的价值观，都会影响到我们对待妈妈的态度。所以说他走到这个地方来，是感受了整个我们这个团队的氛围。不管他走到哪个环节哪个地方，我们都是一样的对待他，他就会很安心。所以说生育友好社会，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医院，是需要我们医院里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关注生育这个话题的这个人类社会进步未来的公民，我们都需要去修行去学习的。谢谢你们对这个话题的关注，以及在过去我知道你也做了很多公益做了很多公益宣传，拿出了很多时间来帮助这些，进行了很多有价值的呼吁。所以说谢谢你好，一起努力。好，一起努力。